家好，今天来跟大家一起做一款美味可口的古早蛋糕。我们在这款基础的蛋糕上面会增加一点可可粉，做成可可味的。然后上面我们还准备撒一点可可豆和榛子碎。所以今天我们就做一款可可古早蛋糕。现在我们先来准备一下材料。材料最基础的糖、面粉。然后这里有可可粉，另外装饰的是榛子碎和巧克力豆，然后就是鸡蛋和牛奶。好，首先我们来将蛋清、蛋黄分离一下，因为我们蛋清是要去冷冻一下，能够帮助它蛋白更好的稳定。然后装蛋清的盆里呢，我们要保证无油无水。好，这里我们先分离一下蛋清蛋白。选用新鲜的鸡蛋，成功率会比较高。这边大家也可以借助那种能够分离蛋清蛋白的工具啊，我这边比较熟练，就可以直接用这个蛋壳来进行分离，敲在中间的位置1分为2，然后左右捣2下，蛋清蛋黄基本就分离开来了。这边10寸的话是12个鸡蛋的配方啊，如果大家做的模具比较小的话，可以相应的进行减量，比如说这个8寸的就是6个鸡蛋，6寸的4个鸡蛋。分离完了，分离好的鸡蛋呢，我们蛋黄放这里，一会儿做蛋黄糊备用。蛋清，有条件的呢，还是建议大家放到冷冻箱里去冷冻10分钟左右，旁边接起一层小冰晶，这样会被蛋糕的成品会更好。我们给它放到冰箱里。这边我们在准备蛋黄糊的时候，就要将这个烤箱进行预热了。烤箱的话，要放一个烤盘，里面放有一定的放一点温水，因为是水浴法，古早蛋糕是要水浴的，保证糕体不会那个破裂。然后温度我们是上下火，这是我们家用的烤箱，不能分开调火，就是上下火150度左右进行预热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准备蛋黄部分。蛋黄部分呢，首先这是刚才分离的蛋黄。然后这个古早蛋糕它为什么是古早蛋糕呢？是因为它的油要加热，加热完之后，蛋糕的糕体会非常的细腻柔软，这是它跟区别于一般蛋糕的重要的一个特点。这里首先我们来称油，120克的玉米油或者葵花籽油。我们将油呢直接称到这个即将用来加热的这个蛋黄糊的容器内。油的用量是120克。一会儿我们油是直接加热，那加热完之后是立即加面粉的，所以我们这里将面粉也称出来。面粉的话是。这不是，面粉是这个，我们要用的是低筋面粉。像我用的这是展翼的品牌，或者像新良啊，你们采用的皇后啊，这些面粉都可以，注意是低筋就行。面粉的用量是200克。这边是200克面粉。原味的话，这么多材料就够了。然后这边因为我们是要做可可味的，我们会在10寸的蛋糕里面再加20到30克左右的可可粉。这边是我们的可可粉，进口的可可粉。可可粉我们可以借助一下工具。可可粉我们可以直接放在这个蛋糕粉一起，面粉一起。1勺20克，差不多。
这样子就行了。有条件的呢，可以将这个粉混合均匀，并且过一下筛。我这边呢就不进行过筛了。好，然后这边还有称好的糖120克，然后牛奶是150克，这是250毫升的牛奶啊。然后呢，我们等会儿用的时候呢，可能会不一定是150克，主要根据这个蛋糕体的那个蛋黄糊的一个状态，看它那个状态是比较浓稠的一个状态就行了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去进行蛋黄糊的制作。加热油，我们加热油的话，这边油的表面大概是有明显的纹路，大概70度左右，然后边缘有冒烟，并且有明显的这个纹路，就差不多是好了的。油的温度可以使面筋进一步下降，这样的话有利于我们这个面粉的筋性。好，这边我们将粉体先放到加热的油里面来。这个面粉被烫过以后，它是不容易起筋的，然后吸水量也会更好。这样的话，整个蛋糕的糕体就会非常的柔软细腻，不那么粗糙。然后这里搅拌的时候稍微多用点时间，因为刚才我没有过筛，粉里面可能会有颗粒。好，现在看这个状态，你看，可可的这个就很丝滑了。好，下一步我们加入牛奶。现在已经不那么烫了，我们可以把毛巾拿掉。加入牛奶的话，我们这边先按照标准的分量去称150克。好，这边是150克牛奶，然后这边还有100克，可以等会儿用来调节。你可以看现在很稀，但是我们搅拌一下，可以看到这个面糊的吸水性是非常好的。现在比较稀的时候，可以轻轻的搅拌。现在可以看，刚才的这个液体已经全部被吸收了，整个蛋黄糊变得非常粘稠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将12个蛋黄倒进来，搅拌均匀。可以看到我们蛋黄糊是非常粘稠的，这个状态是不容易跟蛋白进行搅拌的。我们要继续加牛奶。我们把这个蛋黄刮干净啊，保证充分的鸡蛋含量。12个鸡蛋1个不能少。你看这个现在蛋黄它这个蛋黄糊它不能自由的流动，它不能很好的一会儿跟鸡蛋白融合，所以这里我们再加一点牛奶，可以时刻的慢慢加。所以这个做蛋糕，它的蛋黄糊的状态呢，并不是严格的根据这个配方来的，要看你家鸡蛋的大小或者看这个粉的吸水性。
要自己把握一下这个状态。现在还缺一点，流动性还不是很强。加第2次的话，这个糊就已经流动性非常好了，很快速的滴落。盆壁、盆底的所有东西全部给它搅拌好，这个样子，可以看一下这个样子，滴落有了纹路，但是快速会消失。这个状态的蛋黄糊就是比较好的。好，现在蛋黄糊我们已经准备好了，现在开始把蛋清拿出来打发蛋白。可以看一下冷冻的蛋清旁边已经有一点点冰霜了，有一点冰霜，然后我们给它挤一点柠檬汁，3滴差不多，然后2克左右的盐。目前呢只有古早蛋糕是加盐的，其他的蛋糕都是不加盐的。加盐可以增加古早蛋糕的风味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用打蛋器打发它。打发蛋清的话都是一样的，古早蛋糕是将蛋清打发到湿性发泡，120克糖分次加进去，2次、3次都可以，根据大家自己的习惯。一般这种大泡泡的时候加好糖，让它继续打发。然后大泡消失，只有小泡的时候再加第2次糖。打发蛋清的时候呢，要注意打发的要均匀。好，现在已经没有小泡，都是已经开始出纹路的时候，我们把所有的糖全部加进去。大概打发要3到5分钟左右的样子。现在还没有成型，还是软软的。我们打到湿性发泡，可以一直用高速打啊。好，这个样子。可以检查一下，这个已经是大弯钩的呢，就是拿出弹头，它的底下是大弯钩的状态，就是湿性发泡了。稍微再整理一下，蛋白打发成这样就差不多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将蛋白和蛋黄给它搅拌均匀到一起，我们蛋糕糊基本就差不多。好，我们这边先拿1/3的蛋白，可以用蛋抽，也可以用刮刀啊。这边大致搅拌一下，能够减轻、增加这个蛋黄糊的轻盈度，能够让它们在接下来的混合中更容易均匀，不容易沉底。好，这边快速搅拌一下，然后将蛋黄糊全部倒到蛋清的这个盆里，借助刮刀给它刮干净。这个用抄底的方式给它快速的搅拌啊，搅拌时间不宜过长，会消泡。消泡的话，蛋糕就不够蓬松。可以切拌。这个每个人的手法根据自己的习惯来，反正就是要轻要快。好，现在我们基本上已经搅拌均匀了，对吧？那就可以将它装到模具里。我们的古早模具呢是这样专用的一个深底的实底的一个模具，10寸的一个方形模具，里面铺好油纸，四面用夹子夹起来，防止它这个边边角角会掉进去。然后我们这边是做巧克力味的，所以呢，我们先倒一半的糊，从高处蛋黄糊倒下来，先倒一半左右。喜欢吃巧克力的可以多加点巧克力，不喜欢吃的呢可以全部直接倒进去。因为加了巧克力豆之后呢，就不要再震动了。如果里面有气泡的话，你可以在这里稍微震动一下。
然后这里面撒巧克力豆，喜欢吃的多撒点，不喜欢吃的可以稍微少撒一点，增加一点风味。好了，我们铺好满满的一层巧克力豆，然后再把剩下的糊倒进来，把巧克力豆能盖的盖起来，不能盖的也没关系，因为我们上面还要再继续加巧克力豆。这款可可蛋糕一定要可可味非常浓郁，才很好吃。好的，我们蛋糕糊已经全部放到模具里来了。好，表面我们就不要再震动了，因为底下放有豆豆。你要再震动的话，所有豆豆都会沉底，那吃起来口感就比较差了。现在我们在表面再撒一点巧克力豆。今天鸡蛋比较小，这个蛋糕糊不是很多，大概6分满的样子。正常稍微大一点鸡蛋的话，差不多7分满。然后除了巧克力豆呢，我还会在上面加一点榛子碎。坚果也是非常有利于身体健康的，可以适当吃一点。这是榛子碎，非常香，给大家撒均匀。满满的榛子碎和巧克力豆。好了，这样我们蛋糕的准备就差不多结束了。然后现在呢，将这个蛋糕糊送到我们预热好的烤箱里。我们轻轻地打开预热的烤箱，里面的水温和温度都已经达到150度，轻轻地放进去。然后烤的时候呢，我们从110度开始烤，110度我们烤30分钟。哎，好的，行，那我们就现在等着它慢慢的烤制吧。好，现在已经半个小时了，我们可以看到蛋糕已经长到了比较好的高度，刚才是6分满左右，现在已经9分满了，蛋糕体已经完全起来了。现在呢，我们里面的成熟度差不多了，可以温度升起来，让它快速成熟。现在温度升到140度，烤20分钟。好了，最后10分钟，我们继续给它升温，升到150度，让它表面更加酥脆好吃。你看，现在蛋糕里面已经基本成熟的差不多了，我们再等15分钟。时间到，我们蛋糕出炉了。哇，香飘四溢，水玉的蛋糕非常饱满，没有任何开裂。可以像戚风一样给它震一下，但是不用倒扣啊。然后可以立即将这个油布从模具里滴溜出来，放在外面自然晾凉。这个时候呢，这个油布旁边边缘可以不撕开就让它这么晾好了。一会儿我们再把油扣撕开，直接撕开的话，边缘可能会塌陷。好，我们再稍微等一会儿，等它凉了之后，我们再切开看看里面的组织。好了，现在蛋糕凉的差不多了，我们可以把油布撕下。好，你看没有任何塌陷啊，蛋糕体是非常柔软、饱满。给它切开，可以看一下，你看弹，看到吗？弹，然后你看整个蛋糕体是非常软嫩的。切大一点，一般10寸呢，我们可以切3等份，然后边缘我们给它切开。你看整个组织非常细腻，非常蓬松，没有任何塌陷。
啊，你看这底下豆豆还是掉了一些到下面去，所以我们中间到蛋糊那里呢，可以看一下，大家可以自己考虑一下要不要震动那一下。如果蛋糕很均匀的话，不震动也是可以的。好了。